各位，杭州警方啊，前几天刚刚破获了一起大案要案呢，他们找到了秦朗的下落。这秦朗是谁呢？秦朗啊，是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内网啊差不多最知名的一个人呐。当时全网都在找秦朗，不光是那些自媒体啊，也包括那些大的媒体，什么央广网啊、法制网啊，这些媒体啊都在找，说秦朗啊，你在哪里？你赶紧出来！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一脸狐疑啊。我当时觉得这秦朗是不是秦刚的私生子啊？大家都知道，这秦刚啊已经消失了大半年了，国务委员呐，莫名其妙的就不见了，谁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警方也没有去查一查。但是大家都是传闻，秦刚当时不是在美国跟一个女的生了一个私生子吗？危害了国家安全吗？那找不到秦刚，如果能找到秦刚的孩子，那应该秦刚这个事情也算是水落石出一半，对不对？我就想这秦朗是不是秦刚的孩子啊？结果不是，那这秦朗是谁呢？秦朗就是一个小学生。那这小学生怎么会成为一个全网寻人启事的这么一个焦点人物呢？这事情啊说来有点话长啊。就原来啊，这中国有个网红啊叫猫一飞。这猫一飞呢，春节期间啊到巴黎啊去旅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今天居然在巴黎街头被一个法国人递寒假作业。Non, non, c'est pas un mien. Bah, vous la trouvez où? Dans la salle de bain. D'accord. Connaissez-vous le propriétaire de ce livre? Voulez-vous lui rendre? Bah, ok, je vais essayer. 小1年8班晴朗，小1年8班晴朗，你的寒假作业在巴黎厕所了。你不要怪我，不是姐全部帮你，是那个法国人让我还给你。我们先来看看完成进度。一点没错。去隔壁买了支铅笔。哎，他一看那作业上一个字都没写呀，那他肯定是想，这小学生也不容易啊，跟着自己的父母啊到法国去旅游，然后呢还得带着这个作业本嘛。结果带着这个作业本呢，没时间做，怎么办呢？悄悄咪咪的就把这个作业给扔到厕所里头去了啊。那猫一飞呢是个年轻的女孩，看到这个场景肯定是触景生情啊，是吧？母爱这一下子就兴起了，于是呢就决定买一个笔，替这个小学生把作业给做了。想象把句子补充完整，这么简单吗？我表现满分，再加几个。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祝你假期愉快吧。做完之后呢，他回国的在机场的时候，他还说：“我把作业本给你拿回来了啊！我回国之后啊，我交给你啊。”现在在巴黎待高乐，准备飞国内。寒假作业，我可以待会了。一个晚上轻松写完。结果这个视频呢，在他回国之后啊，就传到了网上。这猫一飞啊，现在是当代网红啊，他在全网各个平台加起来呢，差不多有2000多万的粉丝啊，主要是在抖音啊。所以他的这个视频一上网之后啊，立刻就引起了全网的热议啊。很多人都说这是个秦朗啊，到底是在哪儿啊？人家这个猫一飞把作业本给你拿回来了，是吧？紧接着，各个媒体都在转载，转载的过程中都在找这个秦朗是谁。但是当时的信息线索太少啊，因为当时这猫一飞只说是1年级8班的秦朗，结果很快线索就来了。在今年的2月17号，秦朗的舅舅出现了。不要再催了，睡醒带你们看后续。秦朗的舅舅啊就说啊，他平时啊跟这个外甥啊感情非常好，他母亲呢好像是对孩子管教不是那么严，所以呢他作为舅舅的觉得不是特别好意思啊。于是呢他看到自己的外甥作业本丢到法国的巴黎呢，觉得特别过意不去，专门到那个书店里又给自己的外甥买了几个作业本，而且这上面没有几题，也不用写多少字。这几分钟就做完了，太简单了。紧接着第二天，他还开了一场网络直播。他这个舅舅的出现的时候，提供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信息。他说自己的外甥秦朗啊是在西厂中学上学，他的自己的 IP 呢是江苏的。那这你想想就具体了啊。结果江苏的西厂中学，大家一查，一共2所。这2所西厂中学很快就有人去打电话，媒体去打电话去核实。秦朗不是我们学校的。是每个年级都只有4个班是吧？是的。网上说他是8班的，所以咱们这儿是没有8班的吧？没有他。所以这江苏的西厂中学都没找到秦朗。扩大到全国范围内呢，说是河南的洛阳啊，也包括广西的北海啊，这2个城市啊也有西厂中学。这2个西厂中学呢，查来查去也没有查到秦朗这个小学生，所以大家当时就狐疑啊。就在这个时候，
警方在2月19号那天呢，就把这个秦朗的舅舅给抓了，说这个秦朗的舅舅是造谣。秦朗的舅舅当天也承认了，说他实际上就是蹭热度。不是假的呀，都跟你们说了是蹭流量的。哎，点点举报，可以，好，兄弟们点点举报。他看到那个当时啊，猫一飞的视频呢在网上啊爆火，然后呢这个寻找小学生秦朗这个话题啊，在所有的网站上流量都非常高，他就想蹭一下热度，要假冒秦朗的舅舅啊。说实在的，国内的现在这个互联网啊，基本上你只要有一个热点新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出来蹭热点。这个你去现在抖音的那个短视频平台去看啊，到处都是啊。结果就在当天还出现了一个秦朗的老师，说哎，秦朗的作业确实是丢了。然后呢，这猫一飞还跟他老师沟通了一下，哎，说我已经替他把作业做完了啊。结果这个2月19号，这秦朗的舅舅不是被抓了吗？紧接着这一天呢，这猫一飞啊也出来发了一个视频。很多人都在看我在巴黎捡到寒假作业的那条视频。我首先要声明一点，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看，这本质上是写了学校和班级的。不是西藏小学的，我又没说他是什么小学，你们就说他是西藏小学，不是西藏小学，什么西藏？那他的学校不能说呀，不能说，这是人家隐私，不能说。你们不要评论区自己认了。就算我不能说，我私信也有一条一条的去对。我已经联系上对方的妈妈了，大家也不用再找了。沟通下来，对方不愿意出境嘛，那我们也不好去打扰人家的生活。那么这件事情到这里，我们也算圆满结束了。为什么他在这里强调他拍的是真的啊？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啊，网上当时就有一批争论。那有人就说你这个猫一飞拍这个视频就是假的。然后呢，当时啊，猫一飞有一些粉丝啊，就当时都出来说，那猫一飞拍的东西都是真的。而且2月19号这一天，红星新闻呢还专门采访到了猫一飞所在的 MCN 的公司。那 MCN 的公司也专门出来说，猫一飞这拍的全是真的，没有假的，就是真的。所以呢，当时猫一飞出来说我们拍的都是真的，就找到了这个秦朗的妈妈，把作业本给他还了。他认为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基本上就算过去了啊。没想到事隔2个月之后，杭州警方出来说，整个这个事件全部都是猫一飞跟一个叫薛某某的人呐，他们2个人共同策划的。这个视频整个就是自己策划的，完全没有秦朗这个人。然后呢，由于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于是呢，对这个猫一飞也包括那个薛某某啊进行行政处罚。同一天，猫一飞出来专门给网友道歉。大家好，我是猫一杯。之前我在网上发布过一篇小学生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的视频，这件事完全是我编造的。我在这里要给大家道个歉，对此我深感愧疚跟抱歉。与此同时呢，猫一飞所在的所有的公共平台，比如说抖音呐、B 站呐、小红书啊，通通猫一飞的账号啊就被炸掉了，享受了跟我同样的待遇啊。与此同时，猫一飞的什么网店也被炸掉了。猫一飞在这个 YouTube 上也有平台啊，我看他已经搞了38.9万粉丝了啊。出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们自己啊把名字也给改了啊。但是 TikTok 的呢现在还在。整个这件事情啊，就大致的来龙去脉就是如此啊。那么这件事情传到外网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一脸懵啊，说就这么点事儿哈，结果就是这个猫一飞就被全网封杀了，网店也不让办了，然后 MCN 的公司也被处理了，我说至于吗？是吧？那么我今天就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猫一飞这个人啊。猫一飞呢是一个广州的姑娘啊，她是留学法国的。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不是疫情吗？就去不了嘛，他就滞留在广州啊。滞留在广州期间没事儿啊，他就开始拍短视频。大家都知道，现在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当短视频博主的时代啊。这猫一飞这姑娘呢，长得挺好看。她一开始在网上呢，主要是吐槽法国，说法国住的那个房间里都没有空调。结果当时很多人就觉得非常奇怪，说法国这么发达的国家，房间里竟然没有空调啊。于是呢，她就有一点小名气了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个视频呢，一下子就爆火了。就是他在网上吃这个生菜叶子，他吃的那个动作呢，特别像豚鼠。他这个视频呢，一下子带来了几百万的点赞了和几百万的粉丝，一下子就火了。他就从一个普通的留学小女生变成了一个网红。你想想，几百万粉丝嘛。紧接着他就开始成立自己的公司，然后就开始做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的博主啊。那发展还挺快的。我看了一下啊，他的这个视频呢，主要就是搞笑类的，各种各样的搞笑类的啊，
说句心里话，我看了他这个搞笑的视频呢，我也没觉得多搞笑啊。就是说他这个笑话本身不是那么高级，基本上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有点强行让你笑的感觉啊。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呢，他在内网还挺受欢迎，所以这1年左右的时间啊，他都积累了差不多1000万粉丝，各个平台加起来啊，那就是2、3千万粉丝了，那是一个大网红啊。那这个大网红，那商业利益和商业价值就多了去了啊。他现在一条视频的广告价格是40万人民币，就是小号在抖音一条视频的价格15万，在小红书就都是10万左右。那你想想，那这个商业价值是巨大的。我看到这个价格的时候，我说句心里话，我的心里不平衡啊。你想想，我们在 YouTube 做节目，每一期节目这么认认真真弄稿子，还得敲桌子，然后又是比对信息。实际上一期节目的收益啊，广告分成啊，也就是这么1、2万人民币啊。你想想，人家他们做一期1、2分钟的短视频，一个女孩子光广告费要45万，40多万，你这确确实实，我心里头也是心如刀绞啊。我要是能做这样的短视频博主，我也不想干这种盲区拍案这种费力又不太讨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短视频的创作它都有个瓶颈，是吧？就是说你这内容持续输出的过程中，你怎么办？这个猫一杯啊，人家在平时其他交流的时候也讲过，说他自己没什么瓶颈焦虑，就是要反复想创作。有很多人都会问我，哎，你更新的那么频，你没有创作瓶颈吗？你不会焦虑吗？我每次想不到的时候，想不到内容的时候，我就会翻一下自己之前的视频，找找状态，我就会看，我就哇，这个女的好有才，她是怎么想的？这个内容我一定要给她想的那差不多的内容，写。那当你们不开心的时候，就发现，哎，还有猫一杯的视频，还可以用搞笑博主们的视频，我可以打开看一看，它让我觉得今天，我可以把全部不开心的情绪全部抛掉，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他自己给自己定位还是挺准的啊。就是说我这实际上就是搞搞笑，让你下班之后乐一下嘛，是吧？所以呢，他其实认为他没有太强的这样的一个瓶颈焦虑啊。但说句心里话啊，在我看来，其实呢他还是有。你想想现在的短视频平台啊，你像他其实做的这些内容，实际上都是有严格的剧本的，没有剧本实际上做不出来的。那么这些剧本就是要靠一个非常好的策划和点子。那如果没有好的策划的点子，你拍出来之后啊，你就没有人看。更何况，如果你这个流量拉到一定程度之后啊，观众如果对你失望了，说实在的，现在的网红的保鲜期也很短。如果你不能持续的吸引网民的注意，连续几期被人失望的话啊，那可能你慢慢网红的地位就不保了。所以这个猫一杯啊，其实这个炒作啊，或者说做这种东西的这个能力还挺强的。所以慢慢他就开始通过拍假的这种内容的视频呢，来吸引观众的注意。他当时拍的一个比较有名的假的视频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巴黎圣母院是中国人修的。他在网上说，你看巴黎圣母院修了吗？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过去帮他们修，结果才弄好的。针对迎合了中国网民的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嘛，中国基建狂魔，到哪都能建，不仅仅能建大桥，还能帮你们巴黎修复你们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巴黎圣母院，是不是？但是实际上后来有人去查了一下，根本不存在这件事情。巴黎圣母院所有的施工单位里根本没有中国的公司。但是他当时传播的这个视频呢，其实就让很多人信以为真。那么这一次实际上呢，他确实啊就有点越界了。他做这个事情呢，搞得特别像一个新闻。所以尤其是有一点恶劣的是，当红星新闻去找他们核实这个信息的时候啊，他们还不承认。他们还说这就是真的。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啊，我觉得猫一杯他们做这个东西呢，没有在网上公示这东西啊是一个搞笑摆拍视频呢，确实啊有一点问题。但是如果你要是看他的那个类型，你要看他的节目啊，你多看几个视频呢，你就知道这就是一个搞笑博主，他纯粹就是一个搞笑博主，你不会把他误以为是一个新闻机构嘛。所以在我看来，猫一杯这个事件本身在这次引起了这么大的反响，很多人都误以为秦朗真的是存在，并且去找秦朗。最大的原因实际上不是因为猫一杯发了这个视频，而是那些转发的媒体本身在当时转发的时候没做信息核实。要知道咱们现在传统的媒体啊，
也在短视频平台，也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搞各种账号，他们现在实际上也有流量焦虑啊。因为正儿八经的新闻跟这些搞笑博主之间要比流量，真的是比不过，所以这些媒体有的时候也蹭这些短视频博主的流量，看到这些短视频博主啊，那个话题流量高，也去蹭一把。所以你看那个央广网是谁呀？央广网是堂堂的中国国家电视台啊，总台啊，对吧？台长叫盛海雄啊。结果他们当时转发这个信息的时候啊，就完全没有做信息核实，也在找秦朗呢。所以这个新闻的破圈，这个事件本身能变成一个伪造的新闻传播，最大的责任实际上是那些所谓的传统媒体，并不是这个搞笑博主猫一杯。所以啊，你要说他占用了社会资源，谁是最大的责任者？不是猫一杯，是那些传统的媒体，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审核义务。就即使这个事儿是真的啊，这能叫新闻吗？这跟新闻搭边吗？你一个媒体、2个媒体转发也就算了，那转发的媒体不计其数，这能叫新闻？这是媒体吗？没新闻报道了是吧？没新闻报道了，早点下岗，别占用这个新闻媒体的资源，对不对？你发点有价值的东西。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你把这些媒体换个名字。纽约时报转载了一个新闻啊，说是美国有一个孩子搁中国的餐馆里面丢了一本美国的寒假作业，你会怎么想啊？你会想纽约时报是个大媒体吗？你会想纽约时报它是一个这个权威的媒体吗？你会想这不就路边小报吗？第二点啊，就猫一杯这件事情啊，它是说的是一个虚假信息，那它是不是侵权了呢？或者说它如果侵权了的话，这件事情应该谁去主张权利？现在是警方出面，警方出面之后，然后就把猫一杯这么抓起来，一审问，猫一杯承认了，然后呢就对这么处罚。在我看来，这件事情如果有受害者，那也就无非就是西厂中学嘛。但是问题是，西厂中学根本不是猫一杯说出来的，是秦朗的舅舅说出来的，打着引号的秦朗的舅舅。那秦朗的舅舅就是个假的，所以秦朗的舅舅实际上可能是侵犯了这个西厂中学的那个所谓的某种权利啊。不管怎么样，西厂中学如果是认为他的权利受侵害了，主张权利的人应该是西厂中学。我们一直说，刑法也包括警方啊，他在一个社会过程中间，他其实啊还是应该扮演一种尽可能的消极性的权利。那么如果这警方对这种纠纷，对这种所谓层面的问题都动辄出来动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警力，大家看到了没有？这新闻发布了以后，杭州警方差点成立一个专案组啊。我们也查了相关的，就是说符合秦朗年龄段的这个小学生啊，有没有出境？从查询的结果看呢，没有符合相关的这个秦朗的这个小学生的出境的一个情况。那么更加坚定了我们该条视频涉嫌这个网络造谣的这个信息。他们又查出入境记录，又去调查全国各地的西厂中学，至于吗？是不是太积极了？那如果要是西厂中学，你自己觉得你权利受损了，那你去起诉猫一杯好了。如果这个猫一杯被赔100万、200万，那也许猫一杯以后就不敢做这件事情了，是吧？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就是像类似猫一杯这种事情，原本应该通过民事救济的这么一个问题，民事渠道不通畅，你很难救济。然后最终呢，警方出来之后出面啊，把这个事情搞清楚了，最终呢，把这个当事人给处罚了。这是中国解决问题的思路，但是这种解决的思路有很大的危害性啊。首先我要讲，你这种解决的思路真的能管用吗？真的能杜绝所谓的现在这些短视频的博主不去拍这种摆拍视频了吗？我觉得做不到。为什么呢？大家现在你去看 B 站，你去看抖音，用剧本的方式去摆拍卖惨的，然后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离奇情节的多了去了，这样的视频呢，而且这些视频都没有说自己是摆拍啊，都没有说是自己是剧情啊，有些甚至是有意无意的暗示自己就是真的，多了去了。如果你要是按照同一标准，那可能 B 站和抖音可能80%的博主都得抓起来。你做到了吗？你并没有做到，所以这是一个选择性执法。那么选择性执法，同时又因为这样的视频呢，它有非常大的市场，有人愿意看，它能红。然后呢，你一旦红了以后，还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是说平等的处罚所有的人，这种现象你仍然得不到根治。虽然现在警方打着一个说打击网络谣言、整治网络风气这样的一个名号啊，试图能够杀一儆百，但在我看来是做不到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其实一个健康的社会中间，它不是没有谣言的社会。谣言，我觉得啊，其实这是这个社会中间的一部分。谣言事归人性，就是人性本身愿意相信的言论，就是谣言存在的土壤。大家可以看一下，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健康的社会都不太可能没有谣言。所以你看这件事情为什么触发了很多人当时的关注？不有人分析了吗？说是因为现在都是减负啊，又是孩子啊，说他这么一做啊，就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政府的这个减负的这些内容没有落实啊。总而言之吧，其实是人们愿意相信某些信息的时候啊，谣言才具备传播的这种可能性。你就包括这毛一飞当时传播的巴黎圣母院是中国人建的这么一个谣言，对吧？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广为传播的谣言？就是很多中国人就愿意相信厉害了我的国嘛，对不对？你要说哪天说美国的白宫的维修也是中国人修的，那肯定是传播的更广，对吧？所以它是迎合了人的某种心理需要。所以你要想彻底消灭谣言是不现实的。我们一个社会中间只能是把谣言的危害性尽可能的降低到一个社会正当承担的范围之内。其实像毛一杯这样的所谓的不真实的谣言啊，如果我们把它定义谣言的话，它的社会危害性应该说是足够低的。那你有必要通过警方出动来对他们进行这种严厉的处罚吗？至少在我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警方要是对这种行为，对这种所谓的不真实的言论你去处罚的话，那只能造成一种所谓的噤若寒蝉的效应。因为大家不知道边界在哪儿嘛，一夜之间这商业价值就归零了嘛。多少人的努力，他的公司、他的员工所有的这些努力可能都不存在了。这种不可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远远大于一个所谓的这样的谣言对社会的危害。更何况了，你那些转发的官媒，你平时不造谣吗？你造的谣多了，是不是？你平时转发的那些虚假消息还少了，你发布的那些虚假新闻还少了，处罚了吗？并没有啊。那你只对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对一个没有任何公权力的这样的一个发布的这样的一个不实信息就进行所谓的这样的一种赶尽杀绝的处罚。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他手中没有权力吗？说到底还不是你们造谣的时候你手上有权利吗？这中间区分的不是谣言，而是权利。如果这样的一个逻辑被人看清楚了，大家才明白，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不是不允许你造谣，是只允许有权利的人的造谣。你不信？你现在这杭州的警方，你们要是能把秦刚要是给我找出来，找出他的下落来，那我算你厉害。你找出秦朗，这算什么本事啊？是吧？好吧，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1年半秦朗，你的寒假作业在巴黎厕所了。现在在巴黎待高乐，准备飞国内。寒假作业。这能叫新闻吗？这跟新闻搭边吗？你一个媒体、2个媒体转发也就算了，那转发的媒体不计其数，这能叫新闻？这是媒体吗？我们也查了相关的，就是说符合秦朗年龄段的这个小学生啊，有没有出境？从查询的结果看呢，没有符合相关的这个秦朗的这个小学生的出境的一个情况。你想说什么？我想说，你认为习一他是一个独裁者吗？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
这种人是不是疯了？我的天哪，这种人太可怕了！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的，这种人肯定有人找他。